成就大事啊，对自己的事业发展就不能够不求甚解。说的是谁呢？说的就是我们董王特朗普。我们目前看到所有美国的对内与对外的政策啊，各位以为是董王他自己花时间构思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一个领导者与创业者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无中生有，而是你懂得借力使力，用别人的智慧来成就自己的霸业。而我们中国人懂得广纳谏言，博览群书，讲求的是兼听则明。但是董王所在的美国啊，没有足够的文化底蕴，所以说就犯了一个偏信则暗的错误。目前美国的政策啊，都来自于一个叫做史蒂芬·米兰的学者所出具的米兰报告，它的文件名称啊是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这里面包含了对全世界的对等关税，以及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都是依据这个米兰报告。而这个报告有点长，我们就以比较概略的方式给大家说明。它里面的意思就是啊，美元是一个被严重高估而且被世界所仰赖的货币，也就是成为世界货币的美元，这对美国其实是一种伤害。这个逻辑啊，也不是史蒂芬·米兰所构思出来的，而是他引用了所谓的特里芬猜想。而这个特里芬猜想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于1960年提出来的。这个猜想简单来说啊，就是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成为了世界通用货币，那就代表着它要印超多的钞票在世界流通。但问题在于，这么多钱在外面流通，你拿什么去支撑这个货币的价值？而如果美元成为世界货币，那无论如何都会对美国造成贸易逆差。这对于国家的金融与经济一定会有问题，而他这个猜想合不合理呢？在1960年的时候是合理的，因为那个时候的货币才金本位绑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美国没有那么多的黄金支撑给全世界的美元，所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来就瓦解了，没有了。这个问题啊，其实大清朝也面对过。我们的林则徐禁烟啊，除了这玩意儿祸国殃民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大清的白银外流，让大清的白银紧缩，以及造成了经济的一些相关的后面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后来又因为海外大量白银涌入到了一个本土啊，导致大清朝的白银贬值也很厉害。所以说这个猜想合不合理呢？它在过去它是有核心理论的，一切都可以得到验证。但问题是米兰报告把它引入，那就有问题了。因为现在的货币制度啊，第一个已经不是金本位体制，第二个已经是国际分工的时代，而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等同把世界的资产大部分都美元化。而且美国工厂啊都已经外移出去，美国本身也奉行了去工业化，并不是因为美元被高估，而是外国制造更有性价比。那么美国投资在外的工厂生产完再卖回去给美国，挣的钱再给美国交税，那么即使账上的贸易逆差，也不会是概念上的资产流失，因为全世界都是美元的资产。所以这个猜想放到了2000年后的世界局势啊，就不合用了。而米兰报告把这个猜想引用，再说必须透过将各国关税提高，尤其是东大至少要提高到60%，才能够迫使制造业回流美国，然后再把更低阶的工业进行有案外包，例如墨西哥跟越南，这样美国掌握核心工业技术，其他国家只能做低端工业。这个想法肯定是不合时宜，因为你拿60年前的经济理论来给现在的美国使用，那问题一定很大。而这个米兰报告又想让美元贬值，让全世界来平衡美国自己本身所造成的经济亏空。这个在之前的口罩期啊，欧洲就吃过大亏了。而此时你要故技重施，基本上连欧洲这铁杆兄弟啊都不给你买单了。毕竟啊，哪有韭菜天天割，哪有羊毛天天薅？各位说是吗？然后啊，美国要发起世界零息债，也就是说呢，把其他国家或是大笔持有美债的单位，他们手中要到期的美债置换成没有利息100年后才到期的美债，而且你还不能够转卖。这个想法也是来自于米兰报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米兰报告就是认为，只要美国现在愿意做这件事情，全世界都会配合，尤其是东大。必然会跟2018年一样，以谦卑再谦卑的态度来配合美国。而这么好的想法，为什么现在却没有按照剧本来走呢？因为这个米兰报告的核心啊，就是东大一定会跪下来作为前提，只要东大跪下来了，那么其他人就一定会跪了，因为东大是世界上第2大的经济体，二哥都跪下了，其他各家好汉自然也都跪下了。但问题是，为什么米兰报告会有自信东大一定会跪下？因为米兰报告除了依据特里芬的猜想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数据来源是什么呢？就是主导所谓的中国崩溃论美籍华裔一个叫做张家敦的想法。
而这个张家敦虽然他是华裔，但是记得他看不懂中文，因为他出生在美国，也就是所谓的 ABC， 而他曾经在上海工作过，但是在2002年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踏足过东大的本土。而这个张家敦当年认为东大只要加入 WTO 没过5年他就一定会经济崩溃，因为东大主要是保护主义为主，肯定无法走自由的国际贸易等等之类的言论，莫说我们现在看了傻眼，就连美国的媒体，比如说《时代》杂志、《商业周刊》都明确发文指出，这个人讲的话充满逻辑漏洞，脱离现实。而且连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也批评，这货的分析基于主观的臆断，缺乏实证的数据。而这样的人所做出来的文章，却被米兰报告大量的引用，这里面包含用张家敦所提出的东大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低于50%，以及东大地方债务高达80万亿，也就是80兆等没有考据过的数据，用以支撑他所谓的东大经济脆弱性。所以同理可证，东大依赖美国市场，无力承受关税压力。那么依照这个逻辑，米兰报告就认为东大它一定会滑跪下去的原因，结论就是源自于这个张家敦的外部压力加速东大崩溃论。而这样的理论为什么可以被引用呢？因为张家敦透过了胡佛研究所的客座教授的身份，把个人观点包装成学术报告来提供给史蒂芬·米兰，告诉他有批牛肉好便宜其实这种观点不只是只有特朗普会信，包含 YT 比如说某某时刻之类的筹划频道，还有台湾的特定团体对此也深信不疑。所以话讲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清楚知道，为什么特朗普也就是川普会有这么多倒行逆施的国际政策呢？就是因为这个米兰报告。而米兰报告为什么会有问题？因为它就是一个有前提的答案，就是什么呢？东大一定会贵。它为什么确定东大一定会贵？因为它引用的过期的理论以及错误的概念。我们老子说过治大国如烹小鲜，这份报告是特朗普用以治国的材料，而它的材料不但单一，而且还来自于过期的食材，还使用了充满科技跟狠活的地沟油都称不上的底料，然后再把这道料理组合一下给他的百姓去食用，那他的百姓还能够活吗？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那么今天故事到这里如果点赞数够高，老师再给大家讲一讲西方国家如何用合约的谎言来创造一个无声掠夺的故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